Hello，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视频。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华为刚刚发布的 Mate X3啊，这台机器其实在前面和于总那个采访里边我已经上手把玩过了，今天终于可以和大家公开镜头好好体验一下。包装盒上啊，昆仑玻璃 X Mate 全都有，我不知道这包装是不是最终的量产版本啊。展开之后5.3毫米，大家先把“薄”这个字打在公屏上。当时采访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它是被放在了一个透明的亚克力相框里面啊，那个机器真的和亚克力相框是一样薄的啊，单独拿出来啊，这5.3毫米还是挺震撼的啊。它为什么能够做这么薄啊？首先它采用了一个叫超薄 Type C 接口的技术啊，就是把这个元器件的这个外壳给移到了中框的这个位置。给大家一个特写啊，这个机身的厚度展开之后，基本已经接近于 Type C 的这个厚度了，也就是玻璃稍微有个弧面，然后上面的话真的已经很接近中框的边缘了。而电池这种占据位置的大头，华为选择对电池仓进行重构，并且采用了金刚铝材质啊，同样体积下它的强度要更高一些。其实之前小米的展开呢，它也做到了5.4，但是华为的这台呢，在视觉上更加薄一些，就是它采用了一个4曲面的设计，而且你单手握持的时候，右边这一侧啊，就是指纹识别的这一侧，它还坡度做的比较大，所以啊，你从侧边看过去的话，这机器显得就格外视觉上面减薄了啊。从视觉上，还有就是绝对值上啊，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然后它顶部和底部也都做了这种微微的弧面处理，但是顶部和底部就是玻璃区，屏幕并没有去折起来之后，它也只有11.08毫米。这款应该是我们体验过的所有横折手机，其实也包括竖折啊，最薄的一款了啊。我这款是雨纱白，这次它一共有5个颜色啊，但是光打上去之后有一点淡淡的金色啊，有点星光色那种感觉。重量方面啊，它是241克。玻璃版本，如果你买的是素皮版的话啊，239克。大家把“轻”这个字可以先打在公屏上啊，23开头的一个横折手机，折叠屏的轻薄是彻底被卷起来了，值得点赞。这后面看看其他家怎么出招啊。这台机即便你折起来握在手里，也和一个直板的大旗舰基本上差不多，甚至你还会感觉手感稍微好一些，因为它这次尺寸做的并不是特别大。外屏6.4，打开之后7.85啊，也是一个基本上正方形的一块屏幕啊，接近8寸。折痕方面，我感觉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它采用了一个双水滴的设计啊，不是一道比较深的折痕，而是你感觉这一块不平整。它的不平整区域可能稍微的大一点，内外都是120赫兹，然后它这次也加入了 LTPO 啊，这个在华为的大旗舰里面应该是第一次，可以实现折叠悬停啊，这个质感上面也是有保证的。内屏采用的是遇强则强的非牛顿流体材料，把它作为了屏下缓冲层，配合比普通保护膜冲击性啊提升4倍的动态健抗冲膜，提升了整个屏幕的抗冲击性和抗挤压性，并且啊，这台机器它还有 IPX8级别的防水能力，这应该是国内首款支持防水的折叠屏手机啊，之前也就三星玩过。在手部沾有水渍的时候，你无论是滑动还是点击啊，它的触控都挺灵敏的。镜头方面改变也挺大啊，是一个圆形的，官方名字叫环宇悬窗啊，它其实还是一个3摄的配置啊，这个摆放了一下，然后中间是这个闪光灯，也加入了潜望镜头，然后主镜的是4800。影像方面，我们简单先拍了一些照片的整体风格还是偏向于真实的，色彩也比较还原啊，并没有什么过度的涂抹感。拍摄近物时，它会自动切换到微距模式，并且这次在软件方面，感觉它的成像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很多场景下，基本上你按一下快门秒出片。当然，这折叠屏，影像方面，大家的关注度可能都没有那么高啊。性能配置方面，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啊，它也采用了骁龙8加66瓦的有线。这款机器比较难得的就是它还有50瓦的无线充，这个其实在当时采访也被我问出来了，但是要给用户稍微留点悬念啊，就给剪掉了。它展开之后只有5.3毫米的情况下，还给你加入了50瓦的充电，堆叠上面是很不容易的啊。电池方面呢是4800毫安时，我个人觉得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点啊。后续实测之后我们再看一看啊，我们有一个折叠屏的专项续航模型。
啊，不过，哎呀，它好像还有一个典藏版啊，你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啊，那个电池应该是要大一些的，等级分明。OK， 折叠屏这个赛道呢，基本上是各家高端的必争之地啊，不管你怎么认为，你喜不喜欢，这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之前轻薄这件事基本都放在了小折叠上，也就是这个竖折，但是前边小米，现在华为啊，把大横折这轻薄也给卷起来了，看看后面其他家怎么出招啊！如果要是折叠屏做的比直板旗舰还轻薄，然后还没有什么体验牺牲的话，那我觉得用户的接受度应该是非常高的。当然，最主要的是价格。OK， 满分10分的话，这台 Mate X3啊，你给几分呢？欢迎大家评论弹幕一波啊！本期视频掉了2421根头发，希望能够点赞过2万，特别感谢。更多人更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后期它的实测数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更新到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里面。不关注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